啊哈啦啦啦啦啦，上班了。拥抱太阳。咦，我们是最早到哎。Yes， 这预示了我们3个人即将获得第1名。谢谢，太好了，这个冠军之组来了。别整了，宇哥。太有缘了，电梯偶遇。哇！现在大家完成上一轮挑战的，大家元气满满，松弛多了，松弛多了，已经适应整个的节奏了。觉得大家，老师早上好，早上好，老师好，好准时你俩。他们仨还有一个王毅。嗨，早上好。Hello， 早。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今天很像陆家嘴穿搭呀，他们都这么说。呀，陆家嘴穿搭金融风。早上好，早上。你看起来休息得很好吗？你看起来好疲惫，你刚刚转过来那一瞬间。是我长得比较疲惫。不是。刚弱弱的那一声早。哟，巩俐来了。嗨，我是巩开，还巩俐呢，折煞我了。你是巩俐哩哩哩哩。好，你俩已经没救了，此刻。早，老师。早。早。早上好。早。早。早。 玉佳，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拿个笔记本，我要给你布置个任务。我觉得你太瘦了，我希望你强壮一点。我给你布置个任务。你们现在有时间锻炼吗？有，回去是有时间的。那你做什么锻炼啊？我可能现在不太做锻炼。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就是让你长点肌肉。 就倒也不是完全为了出镜，就是你这个状态，如果是再挺一点，就需要点背部肌肉。所以我大概想了一套动作，有时间就多做几个循环，没有时间就是1个循环、2个循环。好，第一个是50个开合跳，开合跳知道对吧？对。OK， 好，深蹲15个，跪姿俯卧撑12个，平板30秒。接下来就是练背部的，2头翘，然后手是这样。对。 对，2头翘，然后手这样，16个。其他人都巨紧张，为什么突然叫他进去？报了个健身班呀。好，接下来来个拉心肺的burpee 跳。这个是什么 ？burpee 跳你知道吗？不知道。我问你们哪个男生会 burpee 跳的？什么跳？我会。都会。你给他演示一下 burpee 跳是什么？ 我印象当中是蹲下，对，然后手撑地，然后脚弹开，再回来，再跳起来，然后再下来，就是这样。对。好的好的。对。我在跟他弄一个就是每天的小 hit 的一个操，你们要愿意可以一块练。那个波比跳很累的，他们应该平时都练。巨累，就陈真老师给的这一套就累趴下。 还得是体育主播啊，很燃脂。你平时会运动吗？我就跑步、游泳多一点。我跑步的时候会想象自己是一个巨星，听一个那种很嗨的音乐。对，然后边跑步边觉得自己在舞台上演唱，非常有成就感。也是有点表演性人格的。对，然后跑完以后什么都通了。啊，这其实很减压，可以。 好吧，就这样1个循环。好，多练几个。就太累了不一定需要，但是我觉得早上这个做完之后人会觉得精神一点嘛。好的。主要是要让背上长肌肉，这也保护你的脊椎。等你年纪大，你就会知道还是很管用的。好，谢谢老师。好的。认真练。
我没聊，我老师让我练背、练肩。为啥突然让你练肩背？因为我驼背啊。啊，你没有驼背啊？我驼呀。哇，这些老师还教体态，对吧？哎，我列个电子计划表，你们将不会再看到我驼下去的样子。有病负紧绷。又来踢馆了。不要吧 ，No way。Hello。Hello。哎 ，Hello， 傅离。西哥来了吧？啊？谁呀？西哥来了吧？好，我帮你看一下。哦，在了，他在办公室。Hello， 早，西哥。来坐，门帮我关一下。我发现我每一次都是第一个看到的，我真是一个绝佳观景位。认知草地见牛。大家已经草木皆兵了。这是老师吧？我觉得像老师，难道还是学生吗？我觉得应该不是。对啊，老师看着都很有气场。我猜他是个记者，或者资深编导。你今天主要是给他们这个课题。什么？给我们这个课题干嘛？给我们这个课题干嘛？给我们这个课题干嘛？没听清。快用你的敏锐的耳朵帮我们捕捉动态。我有一种今天的任务肯定会很难的感觉。大家已经草木皆兵。哪天的任务不难？就是会越来越难的感觉。开始剪辑吧。别了，剪辑吧，朋友。大会议室集合。哦，最害怕听见那几个字儿。好。你干嘛这个状态？没有啊，很开心。看见来新人了，你又紧张了是吗？我们集合吧，大会议室集合了。好，先集合。Hello， 白老师。啊，这是来踢馆的吗？对新来的踢馆的实习生。No way， 这位同学看起来。Hello， 池姐。Hello， 马老师好。哦，老师。听到老师两个字，心里如释重负是吧？放松了。我现在对那个大会议室有点 PTSD 了。他们真的会相信的。马跃龙长得年轻啊。对啊，他们是真的会相信的。叫马跃龙坐这儿吧。大家可能看到马老师进来，各位同学虚惊一场啊，以为又新来实习生了。马老师长得比较年轻，我隆重的介绍一下马跃龙老师。不敢。大家好，Hello， 各位实习生，大家好。马老师是我们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通联新闻部的青年记者，那主要从事日常的民生新闻的拍摄、制作。大家好，我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1线2村徐女士家里边。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还要打着伞，一方面呢是因为现在雨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是也要防止新的瓦片脱落的发生。动手对吧？对，动手怎么了？不要后悔啊！后悔什么？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怎么解决问题啊？什么问题？找我们干嘛？同时也担任我们新闻方节目的主持工作。大家好，我是马跃龙，在石湖门里向各位问好。
马跃龙是获过2次上海新闻奖、3次上海广播电视奖，以及4次上海广播电视台典型类报道、重大主题类报道的1等奖，所以是现在我们讲的媒体融合的大环境下的全媒体的特种兵。哇！那今天马老师来呢，就是帮助大家来完成我们课题5的考核，关于民生新闻的采写制作。为什么要做民生新闻？刚刚马老师在我办公室也聊了，就是这个是真正希望大家能够深入到基层一线和社会生活当中的考察方式。前几次呢，我们有在演播室的访谈，有在演播室的新闻播报，还有我们到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连线，这些可能和真正的日常生活之间的接触还是少了一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真切地认识到，作为主持人，更多的是要到生活当中去，才有可能看到社会生活是什么样子，才有可能真实的去反映我们所在的社会的状态。民生新闻，这又是一个新的大类哈。会好看的，好看不好干呢。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主要的考核内容。大家会通过新闻综合频道的民生栏目新闻方的微信公众号“市民大爆料”，获取近期上海市民的爆料求助，由实习生自己联系爆料人，进行现场采访、直播连线报道、新闻稿撰写、后期配音、剪辑，独立完成一条民生报道的制作。哇，全流程一个人。我们还是分为4组，4组就是我们之前大家根据节目选择出来的4组。诗文和韵林一组，王玉和子泰一组，他们俩又一组。冯成朗被逐出师门之后，和李雨佳一组啊，以及林蔚和庞征一组，2人合作，分别完成一组5到10分钟的现场直播连线和一条5到10分钟的民生新闻片。考核时间，这是我们的时间线，一直到后天，就2天。今天下午1点钟，我们会把收集到的市民爆料求助给到大家，然后大家从当中选择自己想要报道的具体的爆料内容，通过邮件的方式来进行提交。因为我们给到大家的爆料可能有很多，有些同学可能会选相同的内容，先收到谁的邮件，谁就获得这个选题。大家在下午3点前必须提交选题。如果到了下午3点钟仍然没有提交任何选题的话，视作放弃。哎呦，好严格。我有个问题，你说，就是他们在选题的时候，怎么判断的可实施性呢？我能直接打电话过去问吗？是这样的啊，下午给到大家选题的时候，只有这个人以及基本的事情。实际上，对于这个选题是否可以进行报道，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判断。所以大家在3点之前提交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和爆料人去进行联系的。所以大家先要有一个基本的常识的关于信息的判断，确定了，我们会把爆料人的信息给到大家。第2个时间点是明天，明天大家的时间点是从早晨9点半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大家要完成3件事情。第1件，实地的采访拍摄；第2件事情，下午1点钟左右啊，我们会和凯旋进行连线，凯旋会在这边的演播室依次跟4组来进行连线。第3个任务是要在明天9点前提交大家的文稿，不是成篇，只要文稿就可以。新闻稿发完之后，在明天晚上9点，会有我们新闻方的主编到这边来，和马老师以及我们一起来进行审稿。审稿也就是进行2审。2审之后的稿件会返还给大家，大家开始进行新闻片的制作，在后天10点半完成新闻片的制作提交。晚上9点在审片，第2天早上10点半，熬大夜啊！绝对熬大夜了，这个。不过做新闻也确实做新闻就应该这样，有点抢。具体考核得分，直播连线，我们带教会评定合格的小组，每人获得10分。合格即可以，也就是说未必是一个小组，我们觉得你们达到了基本的要求就可以给分。第2个，最优秀的2条新闻片送审交播，2组每人10分。大家在后天上午10点半提交的新闻片当中，我们会选出2组，
送给新闻方节目。哎呀，这3天刺激太刺激了，真实工作状态，太真实了。从拿选题到播2天，正常制作时间也就这么2天吗？正常制作3天都算是富裕的，就有的会更紧。新闻嘛，你得抢那个时效性。当然，最后能不能播，还要由新闻方的主编以及我们的总编室来进行审核确认。那么经过审核，如果这2组成片都在新闻方播出了，那么总编室评判为完成度第1的是10分，第2的是5分。如果只有1组成片播出，那么这组获得10分，2组都没有通过审核，无法播出，不得分。那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结果？新闻方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收看，大家也就都知道结果了。天哪！好吧。也就是说，最多的一组可能能得到30分，在这一轮，明白吗？哇！这关乎着你们所有人的荣耀，我们一定要争取播2条出来啊！这个其实同学们不用担心，因为对于我们就平时新闻方的记者来说，本身自己的报片也有废片率，也有被关片的，就最终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自己拍回来的内容上不了版面的。我们有实习生，大概在里面做了2年多，没有一条新闻稿直接上版面的。但是我觉得并不是说我们片子没有上到电视，就否定了我们前期的做的这个调查的工作，以及我们在这点新闻当中的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最终新闻片没有播出，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你的采访可能不到位，你的稿件撰写的逻辑有问题，包括事件可能发生了一些最新的变化，我们需要加进去。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到了现场之后进行了采访，就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对，一定是的。就每一次我们的发生，每一次我们到达现场的去推进这个事情，或者是带到这个信息，即便是没有播出，它也离最终解决这个问题又近了一步。好，没有什么问题了吧？没有了，我们请马老师来给我们讲课。不敢，诚惶诚恐。好。我个人也非常荣幸和各位实习生一起的分享和交流。我作为民生类新闻记者的，这是非常潦草的一点个人的心得和体会。其实我在的这个工作岗位呢，是我们上海电视台的民生节目的新闻方。新闻方它的这个阅读量，就全媒体的矩阵全年的浏览量是突破5亿的。哇妈呀！我们每个月的发片的量呢，是大概在3000篇左右。3000，每一天我们可以生产出7.1条的10万加的精品力作，这都是原创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新方的这些民生类的记者来说，每一天都是奔走在魔都的大街小巷、市井里弄，为百姓去解决着各种各样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如果说以后再有人问我们实习生说在上海、在魔都，民生新闻看什么，你们可以告诉他。坊间冷暖，上海温度，欢迎走进新闻方。我是新闻方的记者马跃龙。就我们去拍民生类新闻呢，你们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接地气。接地气，还有吗？就是这个选题是老百姓关注的，然后经常发生的。你们2个说的这2个我都会考虑，还有吗？真实关切。对，还有吗？老师，之前我听过一句话，说好的新闻要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忧。对，你说的太棒了，是这样的，这跟刚刚前面说的都一样。一会儿再有这样废话不用说了。你就喜欢这样的，我告诉你，你就是做民生新闻的，这个大刀阔斧都是特接地气。还有吗？要看到问题，然后帮忙解决问题吧。对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出来拍民生新闻是一定要出来。一定要到新闻的现场，即便是我们的画面非常的粗糙、非常的不稳都没关系，先有再优，就保证有。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民生类新闻稿件它的结构或者它的格式都不是很了解，对吧？这个呢是我在去年2、3月份当时拍的一个狂飙的大礼店，我放给大家，大家也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新闻片子它所介绍的内容。来了解大概的新闻的一个成片后的一个格式。
那么最近呢，家住嘉定区武威路的市民金先生呢，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称他家楼下的门面房里边就隐藏着一家疑似非法改装、售卖超标电动车电池的商家。接到举报后呢，记者是马跃龙，围绕着这家商铺和他上下游的产业链，展开了一番明察暗访。比如说刚刚主持人读的这个内容啊，说的这个内容啊，它叫导语，在你的成稿当中要有导语。这个导语呢，其实也是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提纲大概的一个脉络，它是什么原因，我们要把问号打在这里。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这个问号，我们要展开我们的调查。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些正文的内容，正文的新闻内容呢，就是我们自己所要写的正文的新闻稿件了。根据金先生的指引，记者搜到了这家名为名谷李科技的抖音账号。为了取得店主的信任，记者以外卖小哥的身份，在其抖音账号私信留言，与店家取得了联系。拿到这个选题，我觉得可能需要暗访，可能会挖掘出更深的新闻要点。我是在抖音跟微信上跟你联系的嘛，我是跑外卖嘛，想弄个电动车还有电池，过来看看。当时我拿到之后呢，我就在我的手机号当中起了一个号，起了个什么号呢？起了个外卖小哥的号。我是想让他对我产生一定的这个信任，对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呢，他才有可能会见你。齐老板见记者爽快地支付了车辆及电池费用后，便更加得意地吹嘘起了自身的硬实力。把电池配满，能跑600公里。我的乖！那得是啥电池啊？就是2组，我那个电池。2组，等于是2组60的60120。它刚刚120安时的，我们也看到仓库里有很多，它可以给你上2组120安时的，就是480公里，它甚至有比120安时更高的，这个就是比较大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需要相关部门的专家进一步解读它。按照2018的这个电动车规范标准呢，国标的标准，这个电压是不能超过48伏，然后这个整个的电池容量啊，就是不能超过20安时。我现在装到60伏了，72伏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电机没有配套上去，那这个时候你会造成使用过程中的一个泛热，一个过度的一个使用，同样会造成这个电池的一个灾害的发生吧。一套标准流程。我觉得我提醒大家一点啊。就是有的时候，调查类的肯定是要化妆成某种身份，去做一些事情去进行调查的，但是要有底线啊。对，一定要慎重。他化妆成外卖小哥去调查是可以的，他化妆成行政执法人去调查就是不行的，对，这是违法的。所以特别提醒你们这一点。对，就是暗访是非常态。对，暗访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一定要暗访，暗访一定不是一个常态化的东西。本身非正常拍摄，在学界和业界也有各种各样的讨论，所以暗访一定是觉得这件事情我通过其他的外围调查已经没有办法能够证实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而这个事件本身又涉及到公众利益的时候，才要用去暗访的手段，而不要所有的东西采访第一眼想的我就是上去暗访。暗访的确看起来好看，但绝对不是常规手段。贤玲老师之前做民生新闻就多吗？我们其实每天的新闻当中都有一些板块是民生新闻的，哦、对。但是我的脸到后来就没有办法去一线去做调查类新闻，都认识，没法暗访了。哎，我还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不觉得刚才那个调查锂电池，就是你的名字、形象都出来了，就是万一碰到是作案团伙的话，这个是不是也会有危险呢？是的，因为你牵扯到的就是他的饭碗，他的家庭，因为他的生计。对于民生类新闻记者来说，一定要敢于担当，敢于发声，亮剑。所以说我一直有这个信念，我觉得邪不压正。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还有这么一帮人在帮你们去争取着，在护着你们的周全。明显感觉到马老师是在一线选手。好，那我们再次感谢马老师，相互学习，相互学习。讲得真的很好。好，那我们上午课题发布和这个马老师的介绍就到这里。哎呀，民生新闻，马跃龙老师，就是子琪刚才就说他身上那个气场
有点不同。你什么感觉？马老师给我更多感觉有一点像民警，正气的那种。他五官长得就对，很正，然后身上有一种信念感。对，而且说话什么很直接，废话少说，废话少说，这种废话就不要说了。快刀乱麻，快刀乱麻。各位平时看民生新闻看得多吗？小时候看得多。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可能我们小时候跟你们小时候不是一个时间段。我们小时候各个城市有那种都市报，然后有很多这样的新闻，看起来就特别，就能抓住人的眼球。子琪小时候是电视上看的比较多。对，因为我们看浙江卫视，看的是，类似于1818黄金眼，很火，在网上也火。当时是很好看的一个民生新闻类节目。是的，是的。哎，俊林，你们课上是不是有专门的相关的课程？我们有民生新闻的那个课，然后一般有播报啊，然后也会有自己做片子的时候，然后我也做过那个民生新闻的片子。你做什么？确实不容易，就是要去采访，自己写稿子，然后剪辑，就是一整套流程下来，真的很不容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刚好那天早上上完民生新闻课，我下午去到一个商场里边，然后我在一个卫生间里。跟卫生间的保洁人员在卫生间门口聊了20分钟，然后我挖掘到了很多他身上的故事。我其实很想以那个切口做一条民生新闻，然后可能在我们课上面可能作为作业或者展示，但是他当时拒绝了我录音，然后说算了，我们聊过之后就好了，然后你就不要再往后进行了。所以说当时我也说那好，那我也没有录音，然后我也就没有往下进行了。但是那一次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其实对我的触动还是很大的。他刚才在说到卧底暗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我们学校之前真实发生的一个情况。大3的实习生，就是武大新闻系，这个男孩也是我们辩论队的，很熟。他去实习，就被选中到富士康卧底。10年春，他卧底了28天，因为他的形象到整个民工的队伍里去毫无痕迹，然后写了一篇就是卧底富士康28天手记，然后他出来之后把新闻稿成文，南方周末就发了富士康的那10几连条的新闻，就是他在卧底拿到的第一手资料。你看刚才这样的报道，民生新闻很多时候是集中在负面报道，负面报道其实所有涉及到要暗访的都涉及到结怨。想想这样的新闻，如果是每天刚才说到播那么多条，得得罪多少人呢？所以你刚才说为什么他身上有那种极强的信念感？因为没有这种信念感的人做不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能支撑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在那种黑暗里匍匐前行，而且播出来他名字就出来了，脸也露了，是危险的。所以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我真的想到新闻不只是可能只有我们平时热搜上看到的娱乐新闻呐，或者等等，它背后有非常多真实的在生活中的民生新闻，这是要勇气的，所以真的非常不容易。看到马玉龙，我心生敬意，真的不容易。我觉得真了不起。我有一个同事，焦点访谈的叫曲长英，然后他就长得人畜无害的脸，特别适合当调查记者，然后学啥像啥，就扮演什么身份你都觉得他不违和。他去调查一个矿难事故，就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因为就层层瞒报。然后最后怎么点清了到底有多少人遇难呢？就直接潜进了太平间赎人，就搞清楚送进太平间的哪些是因病来的，哪些是自然死亡，哪些是这场矿难来的时间、数名字，然后和掉落在宿舍的一本矿工的通讯录一一做比较，然后数完了之后，再把这个通讯录上的人历时几个月去他们的家乡一一核实人还在不在。所以民生新闻看起来有些是家长里短，但是有些就是一家一家的希望。像您刚才看到他们一个人要做一整个流程，就采编播配，然后所有的细节都要完成的时候，您觉得对他们挑战最大的会是哪个环节？其实落实事实本身，对这些就是其实进入社会
时间不长的实习生来说是非常大的难度。我们先不说你后面怎么解决、怎么推动改变、怎么提出观点，先落实事实本身。因为你得到的是一条线报，对吧？是线。但是你怎么知道说这个线报就是真实的事实呢？在不同的视角上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记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民生新闻，有一个医生在电梯里劝一个老大爷说：“你别抽烟。”电梯里不让抽烟，然后医生就出来了，然后老大爷就生气啊，就吵架生气，然后过了几十分钟之后，老大爷突然心梗就去世了。我刷到过这个，对对对，有对，所以在这个新闻当中，请问新闻事实里面，谁说的才是事实呢？因为都是转述，对吧？因为在电梯里只有他们俩，对不对？那谁才是能够还原事实的人呢？我应该依据哪些信息来还原这个事实呢？所以落实事实本身，我觉得是民生新闻的第一要素。所以新闻伦理有一个多信源交叉检证，对这个要素既必备，但是对于所有的就是新闻人来说也是个巨大的挑战，确实如此。好，那我们根据刚才全林老师的分享，我们知道这绝非易事，而且对他们来说，2天的时间，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时间有点不太够。2组，那到底他们现场的呈现到底如何？来到了新闻现场，又有什么趣事发生？来，我们一起看第2段 VCR。